飞机上潜伏了一堆杀手，就为了刺杀一个代号幽灵的黑客。这个设定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这部中文叫做《飞速追杀》的电影，本以为蹭的是极速追杀热度，但是看完才发现它是子弹列车的拷贝。电影开始在一个跨国公司的某个地下秘密基地里，大荧幕上显示了他们在曼谷的一个队伍被袭击了，通讯设备被黑了，队员全灭。这一切都是那个叫幽灵的传奇黑客干的。针对幽灵的追捕开始了。此时大婊子到场了，这个演员他之前演过《太空堡垒24小时》《使命召唤：黑色行动3》，他从手下亨特那里接手了指挥权，开始布置人手。一个学过中文的员工发现有人在暗网上用中文提到了幽灵即将搭乘飞机赶往旧金山的信息，那就赶紧行动吧。问题是曼谷的队员死光了，新加坡的队伍呢赶过去来不及，于是大婊子想到了自己倒霉那个前男友卢卡斯，他就在曼谷。接着电影的男主角由乔治·哈奈特扮演的卢卡斯登场了，他接到了电话，大家看他的备注超级大婊子，可见他们俩的关系真的不好。他挂掉了大婊子的电话，但大婊子锲而不舍，最后以恢复卢卡斯正常身份为条件，让卢卡斯答应了下来。卢卡斯赶到了机场，拿到了大婊子派人送来的护照，大婊子告诉了他关于幽灵的情报，对方疑似受伤，其余信息全部不明。卢卡斯无语了，看起来他只能在飞机上寻找一个腹部受伤的目标了。最后大婊子叮嘱他，这一次不要再做烂好人了，任务第一。接着一个圆脸络腮胡的乘务长开始介绍航班信息，双层飞机A380飞行16小时。此时一名员工向大婊子汇报，暗网上有一个针对幽灵的1000万美金的悬赏，现在整个航班估计都塞满了杀手。此时电影才过去20分钟，主线任务开始。卢卡斯落座以后，他的邻座和他搭话，还和他干杯，结果他就中招了。卢卡斯跌跌撞撞的起身，邻座假装好意扶住了他，把他送到了卫生间。原来对方就是个杀手，他看破了卢卡斯不是普通人，于是先下手为强，他又独享着1000万美金的赏金。两个人在卫生间展开了搏斗，尽管卢卡斯被下了药，但他的战斗力还是很强，血槽也很厚，而且十分幸运，一把就抱紧住，对方被花洒爆头了。此时大表姐才告诉亨特，卢卡斯的身份呢，他曾是一名 Secret Service， 在某次保护任务中，他因为正义感而痛殴了一名喜欢 SM 的外交官，结果那个外交官的亲戚呢是 CIA 的副局长，于是卢卡斯悲剧了，一直被 CIA 追杀，但大婊子当时还在 CIA， 为了自己的前程也没有帮助他。还好卢卡斯非常厉害， CIA 派去追杀他的杀手没有一个活场。回到飞机上解决掉第一名杀手的卢卡斯立刻吞了一大瓶沐浴露给自己催吐。恢复过来以后的卢卡斯躲在卫生间里面，想办法把杀手的尸体塞到上面。一名23级的空姐伊莎带着陈警空少过来敲。卢卡斯开门后本想糊弄过，但是血迹还是引起了注意。卢卡斯只能打晕了陈警，并叫伊莎和空少一起进去。铐住空警后，他想办法解释了情况，给自己编了一个 FBI 的身份，终于糊弄了过去。于是任务进入了第二阶段，卢卡斯换了一套衣服。接下去他们要找到另一个陈警，获得乘客名单，再去寻找这个幽灵。好消息，那个陈警找到了，坏消息，对方已经嘎了。此时呢，一个毫无意外的反转揭开了，卢卡斯看穿了伊莎的身份，他就是那个腹部受伤的神秘黑客幽灵。伊莎还想狡辩躲在货舱里的杀手袭击了他，结果被他秒了。两人一番交流，言语之间互相看不爽，只能达成暂时的合作。他们要去找机长说明了情况，要求紧闭驾驶舱门。此时距离降落呢还有8小时，而伊莎呢回到了头等舱开始工作。卢卡斯找到了那个圆脸络腮胡的乘务长，要看乘客名单，乘务长不同意，突然一个女杀手开始攻击卢卡斯，两人开始对打。没打一会儿呢，女杀手摘掉了口罩，露出了3合会的纹身。没想到3合会在欧美店里面还是有点人气的呀。卢卡斯好不容易解决掉这个女杀手了，结果又来了3个3合会的杀手。械斗继续，因为血浆有点多放原片不太容易过审，我就跳过一些比较麻烦的片段吧。总之卢卡斯的战斗力确实很给力。干掉对手以后，卢卡斯在对方的手机里发现了自己的照片，我的吧！他于是去问伊莎，伊莎一头雾水。他说他之前只是在地铁行道，之前就炸了一个用童工的血汗工厂。两人开始吵架，但是没有时间争吵了，因为整个飞机的杀手都被激活了。卢卡斯心说，妈的，我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战斗当中，伊莎和卢卡斯的对话被另一名杀手听到了，他立刻绕路抓到了伊莎，而卢卡斯不断被其他的杀手拖住，甚至还受伤了。但是呢，那边的伊莎可是狠人，两个人同时解决掉了对手，真的是太狠了。此时呢，来了3个古墓派的女子和卢卡斯打在一起，伊莎赶紧阻止，这是队友呀。这时他们才发现卢卡斯受伤了，于是赶紧给他治疗。电影进入了一个空档，伊莎开始给卢卡斯解释自己的身世和动机。原来他从小就被拐卖给了军阀，但因为自己的黑客天赋呢，他一直被军阀利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后来呢，他逃了出来，并制造了一个黑科技，他就一直用这个黑科技替天行道。卢卡斯有点触动了。
大婊子那边呢，终于获得了伊莎的照片，亨特立刻去发消息了，他的行为立刻被大婊子发现。原来亨特知道了幽灵黑科技，他为此布局，可惜呢事情失控了，变成现在这个局面。大婊子立刻要挟他，要和他一起分蛋糕。回到飞机上，杀手们找到了伊莎和卢卡斯，为了保持清醒，卢卡斯喝下了一瓶肾上腺素，结果坑爹了。这瓶从兽医那里拿来的根本不是蓝，而是孟古朱哈的毒液。恭喜卢卡斯，他现在百毒不侵了。古墓派率先发起了攻击，卢卡斯也加入了战局，但是因为他磕嗨了，直接开挂，大杀特杀。这一段看原片还是挺嗨的，就是血浆实在是有点多，放在视频里真的不太容易过审。此时意大利黑手党也加入了混战，他们居然还有枪，古墓派减1，而子弹呢击穿了玻璃窗，于是利用混乱古墓派和卢卡斯借机干掉了剩下的几个黑手党。机长呢好不容易稳住飞机，助手这个沙雕呢居然开了门，于是一个杀手混了进来。机长在慌乱中使用了信号弹，结果驾驶室里就是一片混乱，最后呢能开飞机的人全挂了。而在货舱里的伊莎呢发现了个大杀器，他走到上面把这玩意交给了卢卡斯，于是飞机链锯杀人狂上线。这一段真的太爽了，就是这一段血浆实在太多了，我还是没办法放，只能委屈大家自己再脑补一下。尤其是玩过毁灭战士的应该很懂这种片段吧。但是杀手毕竟人太多了，古墓派替伊莎挡下了致命一击，伊莎这才反杀了对方。此时呢飞机也快降落了，而在机场呢亨特发现飞机的信号不见了，飞机也没有降落，完蛋，大婊子转身就送他去见了太奶奶。而此时的驾驶舱里面，卢卡斯接到了大婊子的电话，卢卡斯放了免提，大婊子还在那里演戏，说你配合我以后就是前途无量。但是卢卡斯说fuck you，你这黑心资本家，就挂掉了。听到这些，伊莎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卢卡斯就昏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就是另一个地图了，一个叙利亚风的病房里，到处是被袭击的痕迹，外面呢则是各种各样的枪炮声。过一会儿房间被爆破，伊莎来了，电影到此结束。总的来说，这部由英国 Sky 拍摄的无脑喜剧动作片啊，作为一个低配版的子弹飞车，还凑合吧。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Good news, you're not dead. Bad news, we're not done yet. Oh.